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杜拜线下见面会已经结束了。那今天的影片呢，主要是说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策划的一些问答。我的资料来源是来自 Tekka Gaming 的频道，他有做当天杜拜线下见面会的直播。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去看原本的直播。首先第一个问题，万国觉醒未来的计划。这个问题也是有蛮多玩家问的，但是问的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策划的回答之后，美术方面还会再次提升，还有包括地图的重置，还有重置兵种。这里所谓的重置兵种就是兵种战斗的方式。像现在我们的部队战斗方式都是把敌人给围起来，然后我们的部队会变成一个圆圈嘛。或许在未来我们的部队就会一字排开。当我们的部队不会再围成圆圈冲入敌人的人群里面的时候，可能大多数玩家都不会再拉扯了。他们也会举办更多的线下聚会跟玩家交流。下一个关于 KVK 匹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有玩家在投诉的，如何去提升 KVK 匹配。虽然这里的回答跟之前有点差不多，不过也是有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这里就包括根据活跃度来计算，然后有做问卷调查、提前结盟还有投票。这里所谓的提前结盟应该是说你要选择跟谁组成队友，我感觉就有点像升级庙册这样子，你可以自己选好队友然后再匹配之类的。至于投票方面，可能就是 KVK 中你们可以选择到底要不要去打这场 KVK 啊，可以投票决定。这个我在之前有跟他们提过，当时候他们是反驳了，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好像是接受了。下一个问题，王国管理优化，要如何让王国管理变得更加简单，又或者联盟管理层可以获得更高的奖励之类的。策划的回答，他们会增加更多的奖励给管理层，然后也会增加更多的道具，像最近就有推出蛮多的，就比方说自动分派头衔，移民管理变得更加简单化，还有分担国王的责任之类的，或许可以让更多的阿斯去帮忙处理。虽然目前官方是已经推出了蛮多功能的，不管是在王国还是联盟方面都有推出了不少，但我还是觉得说国王跟联盟管理他们要做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觉得他们可能可以增加更多的位置给管理层，或者是其他特殊的职位之类的，因为现在真的有点不够人手。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移动设备玩家的游戏体验，这个玩家就有说到他 KVK 的时候一直拿到很差的报告，然而当他使用电脑去打游戏的时候，他的报告反而会比较好。他有4个部队，但是他也只能一个一个慢慢去操控。还有询问能不能够调整部队的行军速度，因为他有2个步兵、1个工兵、1个骑兵，但是每当他的骑兵都死掉了之后，其他的部队才抵达。我觉得行军方面比较难调整吧，这假设说他的行军速度全部都一样的话，那么骑兵有什么优势呢？关于到这一点我是深同感受的，毕竟我也是从一个移动设备玩家变成电脑玩家，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改变。那策划的回答，实际上他们是有去做一些测试，但是测试出来的结果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就暂时没有公布。所以也就证实说，其实电脑玩家跟移动设备玩家是真的有差距存在的。同时间也是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是移动设备玩家，你想要在短期之内看到策划他们有一些作为或者是改进移动设备的操控性的话，恐怕会比较难。至少在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看到有什么更新的。那我其实有跟他们反馈说过，可不可以在左手边增加一个回程的按钮，至少跟电脑玩家差不多持平吧，因为电脑玩家他们可以直接按快捷键让部队回家，速度会快很多，然后移动设备玩家是完全没有这个功能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公平。下一个问题关于 KVK 地图的设计，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我问的差不多啦，这里就有说过会不会有可能出现2个阵营的 KVK， 就是1打1，又或者是比较短期的 KVK， 就比方说30天而已。那关于1打1的 KVK 呢，我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因为那个主播也在讲话。但是根据我之前去线下见面会所提到的内容呢，其实他是驳回了这个1打1的说法。至于短期的 KVK 呢，其实他们是有打算的，那你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之前跟之后，之前是50天的时间嘛，那在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比较短一点。
整体上是已经缩短了20%，你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个阶段都已经缩短，不管是 KVK 啊、匹配啊，又或者是结束之后，所以之后就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在 KVK 里面了。接下来就是大家一直常问到的问题，会不会有 T6？ 策划这边是已经给出了答案，没有计划。那之前的那个火枪部队他们设计到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不是 T6， 他这边是已经给出了答复。所以我觉得火枪部队最多就是一个比较新的兵种，或者是可以提升的水晶科技之类的吧。下一个关于治疗加速，那这个加速问题呢，相信大家都想要问啊。像之前我就有说过了，其实资源方面应该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对于有消耗的玩家来说，但是加速是真的不够用了。只要玩家没有太多的加速可以持续战斗的话，那其实你给再多的资源也是没有用的。那么策划的计划肯定是不会让我们免费获得啦，他这边就给出2个方案，要么就是像之前公告里面有说过的，在玩转盘的时候，如果你们拿到一些加速，然后它就会自动兑换成治疗加速，也会推出定期的活动，可以把一些加速兑换成治疗加速。第8个问题关于装备还有阵型的体验，这里就询问策划能不能在我们分解装备之后返还100%的材料给我们。那么这边策划是完全打消了玩家的念头，是不可能返还100%的材料。不过他们会增加更多的途径让玩家去获得军器洗炼石，又或者是军器重置石。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返还100%啊，那我觉得至少你可以提高一点点百分比吧，就比方说60%、70%左右。至于军器方面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们可以后台自己去调整，比方说让这个玩家只能拿到工程车的属性，又或者是可以让玩家一直洗得很烂。而且现在军器获得收入的方法已经不是靠洗炼石了，而是靠转换石，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大方说啊，我们会增加更多的途径让你们去获得。最后第9个问题，核心问题，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总共有10个问题都是来自同一个玩家所问的，叫 Rusty。这个玩家问的问题有一点神奇啊，他就问到你们是用什么游戏引擎去开发这个万国觉醒？要如何制作开放世界地图，而且是即时战略？有上千名玩家在游戏中，你们是如何优化的？如何在大型战斗中减少玩家网络差异的问题？如何在不伤害5氪玩家的情况下制作氪金玩家的系统？ Unity 引擎和虚幻引擎在制作万国觉醒的时候有什么差别？还有很多技术问题，反正策划是没有当面回复啦，他是有说这个玩家可以私下跟他们聊，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不在意这个问题吧。最后就是参加这一次线下聚会的玩家就可以拿到这个头像，杜拜的头像。以上就是策划在线下聚会的一些问答。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